我们先讲一下相思木这个东西好了，大家可能观众朋友可能跟它不是很熟，但以加工过程来讲，它就是又硬又韧又会变形，听起来真是没有一处好。虽然它漂亮，可是它、对，但我讲的是加工嘛，对，它漂亮归漂亮，但我讲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在推，也没有人比较少人拿来做家具或者其他应用，即使它很漂亮哦，为什么？就是我刚刚讲的又硬又韧又会变形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是到比较现代之后，有新的机械、新的工法，还有新的概念去把它去做克服。也就是说，硬又韧这东西，可能以前的人会觉得是缺点，但是从我来看是一个优点，只是要看怎么应用而已。那等一下就讲为什么我们在怎么应用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4个作品嘛。那其实我讲大部分都是以物理性来讲，就是这个又硬又韧，密度很高啊，然后因为螺旋生长啊等等的，这都是物理性质。我们后来做了这么多年，相思木真的很难做。我说实在的，相思真的很难做。可是有一次就觉得相思木真的很可爱。哦，怎么可爱？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去山上看到，其实国道3号旁边，或是所谓浪漫台山线旁边，都是相思树。那相思树生长的时候，它有个特性是，它会螺旋式的生长，长得会歪七扭八，不直其实很难用。以取材来讲，取材率是很低，很难用的。但是为什么它很可爱？就我们都自己比拟说，有点像是台湾人，环境恶劣，长得扭曲，但最后呢，成材的时候很漂亮。OK， 对，我们自己是这样子比拟成台湾人的样子，所以就是蛮可爱的啦。那为什么会有开发桌球拍？是因为刚好适逢桌球的球，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大家观众不知道知不知道，小时候桌球是比较小颗的，对，现在桌球是比较大颗的。那桌球变大颗之后，大家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要想办法把桌球拍的弹性变好，因为这样子，因为现在流行的是刀板这种打法啦，对，这打法需要有比较强的弹性和力量。相思木这个材料。变形的部分有很多办法可以克服，但是有很多物件上面是不好克服这件事情的。那所以其实利用上还是会有一点受到局限。可是我都会说，桌球拍跟相思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啊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在桌球拍的制成上，它使用量不高，但是它可以把特性完全表现出来，而且最麻烦的事情会变形这件事情完全被克服掉了。对，所以遇到桌球拍跟相思木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就自然而然会推桌球拍为主，这样子。